团里的命令是要求我们封锁公路，并不包括已经抵达渡口的敌军。We were building the traffic post. Move the track. It's blocking the way. Leave the road clear. 100 feet long. 如果不打到渡口的敌人，一旦公路被炸断的话，这儿的敌人就会回援，突击部队就会受到两面夹击。Keep moving. Don't touch those barricades. 不管你有多少办法，都得先解决掉坦克。我们手里的家伙，对那玩意来说都是挠痒痒。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2个翻倍，那边有坦克，有装甲车，而我们的手里连一件像样的反坦克武器都没有。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什么不能这么说？你还能再变出一个火箭筒来？其实，咱们还有一件反坦克武器的。什么？知道吗？对坦克威胁最大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另外一辆坦克。废话，咱们现在要是有辆坦克，你想怎么打怎么打。问题是咱们现在有吗？没有。我真想揍你！哎，你别忘了，咱们这儿还有个会开坦克的人。你他娘就是个疯子！坦克，1分40秒，1个来回。数多少？我数多少？装甲车快一点，1分010秒。中间有一个时间段，2车相背而行，在这个时间段内，坦克的后面是个盲区。排长，啥叫盲区啊？就是车里面的人看不到车外的人。最多你有45秒的时间，最少你只有20秒。40秒。你不是神仙，不是手包。有毒，拿命赌，赌输你的病就没了，到时候2排怎么办？说对，所以现在2排由你指挥。我怎么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冒进了？怎么了？不喜欢？这也太不像你了。这就是我。Keep slurred. Look around. 我跟你说，我只要一过去，立刻干掉这个当官的。长河，他这是去送死！送死！妹妹儿，他命是我的。你们都疯了吗？
手！装弹！装弹！开炮！开炮！开炮！拉炮栓！拉炮栓！炮栓在哪儿？炮栓不就在你脸上？拉炮栓！你打偏了！会了，我会了，把弹顶好，会了。等我指令，我来瞄，你来开火，听我指挥。装弹完毕，开炮！打压，没中，走吧。装弹完毕，开火！没中，你把炮口给我往上调一下。在哪儿？装弹的口，右边那个红色撞墩。现在是上还是下？上！第一圈，再来一圈。第二圈。开火！中了，中了吧？中了！继续装填。没弹了！装填！陈前锋，你找死啊！赶紧回来！是不是找死啊？死尸下面找一下，肯定有炮弹。找到了，找到的那是钱啊！炮口往上装2圈，开炮！中了！好，再来一发！
这么清楚呢？赵贺，这东西怎么弄啊？你教我。辽阔征程，红旗招展迎风，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沙场的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为信念而披头革，为拯救大道，为和平而战，一往无前，众心之大化。生理盐水400毫升，静脉滴注。做手术时，再注意一些。大夫，太晚了，过来，大夫，小心点。大夫，邱大夫，大夫，人呢？这个，大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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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冷静一下，这是致命伤，已经救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这么心酸，再说一句，想也救不回来。放手，救回来了，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毙了你？根本救不回来了。放下枪，放下。你救都没救，你怎么知道救不了？这不是科学，是见死不救。同志，你不要乱说话。要是能救，我们肯定会救。但问题是现在已经……再耽误几分钟，就算医生来了也救不活了。是你杀了他。讲点道理好不好？坂本医生来了。医生，ここは病院だ。这里是医院，不是战场。彼の血液型は？他什么血型？上课了，马上就好了。行。小心啊！上课。好。这怎么适合日本大夫？坂田医生是反战同盟里最好的外科专家。他还有多长时間？まだどの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か？今のこの事故ならばおそらくもって1週間。如果在这里的话，他能坚持1个星期，那就是个奇迹。それも奇跡だ。彼は脳内出血を起こしている。他现在颅内有出血，脑组织和神经组织受损，但是受损的程度不同。この血液と私の腕はここが限界だ。在这里没有设备，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できれば他の病院に移して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让他转院。那到底能救还是不能救啊？你是医生，不能推卸责任。今の彼に必要なのは，现在他最需要的是良い設備と良い環境更好的设备、更好的医疗条件、更好的护理，以及良い医者だ。更好的医生。哎，不是，哎，医生，你不就是好的医生？我忍别住，快点儿！直送后勤的车只能5分钟，快1秒都不等。现在车辆损失严重，后勤压力太大了。快！小心，慢点，先生。上。完蛋玩意儿！你瞅瞅人家保父多会做人啊！你再瞅瞅你，
烂泥扶不上墙吗？这不是？来，上车，快点！快开车！也该轮到我了，是吧？来，我给你举着。熄灯。离天亮还早着呢，你歇会儿吧。没事儿，你其实不用跟来。这个时候，你应该跟三排在一起。他把我当战友。慢点，上，小心点。是啊，来，接下慢点。注意体温，每2个小时测量一次体温和血压。这车到哪儿？安东，然后转车去国内荆州。二排长还能回来吗？能活下来的几率都很小，就算死不了，一辈子睡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叫不醒。二虎，二虎，二虎，我要跟排长回去。后方有人照顾排长，用不着你。武班长，二排长真的要成瘫子了。瘫子也算是幸运，医生说了，最大的可能是命保住了。植物人。植物人？啥意思啊？植物就和树和草一样，活着。动不了也出不了声，就这么睡一辈子。那得通知他家里。他老家在成都，现在这么乱，后方政治部未必能联系上。能睡是福气。排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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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啊，想老娘。你老家哪里的？塘沽，海边。我们那边啊，下海的多。我爹活着的时候，家里面有条船，后来他没了，我老娘就给别人补网子。我参军的时候，他哭得不行，就怕我没了，剩下他一个。后来没托人送信回去啊？送过2次。黄堡战役之后，我当了排长，穿着军装，拍了张照片，突然一起送回去。
在河南整学又送过一次，让他不要担心。我跟他说，仗快打完了，等打完仗，我就复员，回去陪他。仗打完了，你准备回去干什么？我想把我爹留下那条破船修修，给娘娘上几炷香，说还找神儿。娘娘？我们那边的人都供娘娘。天津老城里有个娘娘宫，每年的香火旺得不得了，都是我们这些个海货给供奉的。那海上呀，风大浪大，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转眼就狂风暴雨，那浪比城墙还高，真的是龙王爷打个喷嚏，我们就得歇半个月。那应该供龙王爷啊，怎么供娘娘？龙王爷是搞事儿的，娘娘是平事儿的。龙王爷吃人，娘娘救人，当然供娘娘。你说的娘娘，是不是南方说的妈祖啊？娘娘就是娘娘。天快亮了，也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了。北岸扫清了，估计应该快渡江了。赵河重伤，你又不在，3个排长缺编2个，才这么2天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应该会等你回去。天放是老兵，老过革命，指挥部队没问题。他不如你。谁说的？2排长说的可不算啊，那连里谁都知道他跟天放那点事儿。我要是天放，我一样跟他不共戴天。不是赵河说的。等过了江，估计团政治部就要找你谈话了，提前恭喜了。严密，小心坦克！把2颗上来！班长，掩护班长！好。郑姐，
跟我来吧。给这位排长同志让个位置，他是上尉归队。0200留守处，来吃饭。来吃饭。白面的白，老师的师，模范的范，白师范。走吧。我眼下在军分区警卫营剿匪，川西土匪可不比川北少。我也是排长。部队开拔的时候，我还在医院。后来追到泊头，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哎，你是从前线下来的？仗打完了吗？不记得。啊？好家伙，你真命大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嗨，手榴弹炸的。当时首长就在车上，我们军的老政委，行署主任。手榴弹扔下来的时候还冒着烟呢，我抓起来就往外扔，空中就爆了。那大夫说，送到医院的时候，都说救不活了，瞎扯。哎，除了少一零件，哪儿都好着呢。你命也挺硬啊。哎，还是想上前线。部队走了，把你落下了，搁谁心里都不是滋味。心里不安生啊。可不嘛，睡觉都睡不踏实。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哪个部队来着？这个姓马的啥来头啊？马修是名字，美国人的名字搁在姓的前头，他的姓叫李奇微。啊，都一个样。不，这姓李的是啥来头啊？情报上说，他是美军陆军的参谋长，2次世界大战时期，也就是咱们抗战的时候，他是82空降师的师长。通报上说，这个姓李的收缩战线，加强补给，同时又拉长了咱的战线，让咱这后勤补给跟不上来。没见着那什么麦克阿瑟的比他有多强？也不能这么说。咱是10月底过的江，40多天咱就收复了平壤，70多天咱就攻克了汉城。然后呢？啊，3来月，咱就沿着这汉江来回拉锯，不痛快，不明白。这个姓李的，就是跟这个老麦头不一样。李奇微和麦克阿瑟不一样，他是伞兵出身，考虑问题的时候更注重战斗相关的细节，气候、地形、兵力、火力、对手的特征、敌情、我情这些个因素。麦克阿瑟将军是从战略层面上来考量，而李奇微是从战术层面上来考量。打个比方说，麦克阿瑟这个总司令，他是以师和团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而李奇微呢，是以营和连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都直接指挥到营和连了？不是指挥，而是指在做部署的时候具体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底下的部队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和具体问题，麦克阿瑟顶多考虑到师长和团长一级，而李奇微能考虑到营长和连长一级。那为啥？因为他是伞兵啊。伞兵。
兵？这伞兵又咋了？一个师的兵力就这么从天上这么飞下来，很有可能会分散在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下，如果你是师长，从飞机上跳到地面上以后，你指挥的很可能不是一个师，不是一个团，甚至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连，甚至一个排。啥玩意儿？一个排？那他这师长还咋当啊？没办法，事实上，能有一个排就不错了。在空降作战当中，就算一个师长身边连一个兵都没有，身上一把枪都没有，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一架 C-47运输机最大的运载兵力，也就是一个排，而且这一个排跳伞的时候，还未必都能跳到同一个地方。作为指挥员，也只能因漏就减，能收拢多少兵力，就使用多少兵力来作战。有收拢一个排就用一个排，有一个班就用一个班。所以说，一个步兵师的师长可能早就忘记了如何当好一个连长，但一个伞兵师的师长，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一个合格的步兵连长。呀，不是，你咋懂这么多呢？走吧，中队出发。他们加岗了，公路上有宪兵，机枪点、暗哨，还有铁壳子，线都绷着呢，估计不干一家伙咱过不去。美军还是南军？美军。铁盒咋不动呢？美军专列被炸，应该是没油了。公路巡查很紧，火力搭配很密集，白天肯定过不去了。要想穿越公路，只能等晚上了。美军的速度很快，
后续部队正在昼夜跟进。昨天碰见的只是一个特遣队，现在在这个区域活动的，还有可能是整个第24步兵师。明天南军也会跟上来，他们有足够的兵力，把这里像篦子一样搜一个遍，连老鼠都逃不掉。要等到晚上，我们得在这儿整整待一个下午，太危险了。越靠近交通线越危险，越靠近难走的山区越安全。只要穿越这条公路，我们就离江边不到60里地，一个晚上就都能查。我们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很容易被闻见味儿。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当落脚点。等到天黑，再返回来。往东南方向走10几里路，有一个老地方可以再用一下。那个地方敌人也知道，知道不代表进得去。4个轮子在那儿不灵光，得靠2条腿走过去。村子里有人，连长，我带些人下去看一下情况。100负责警戒，让200去。3万洞朝鲜语，执行命令。去。是。解除警戒。哎，谁？쏘지 마요. 쏘지 마요. 없어요. 걱정 마세요, 어머니. 집에 아무도 없어요. 남인 갔어요. 아들도 갔어요. 他说啥呢？他说他家里没有男人了，他男人走了，去军队了，他儿子也走了，也去军队了。村子里已经没有男人了。 갔어요. 괜찮아요. 일어나세요, 어머니. 저희는 아무도 데려가지 않을 거예요. 걱정 마세요. 없어요. 원래 상과 김씨는 들릴 수 있어요. 그러나 거기는 없어요. 장영한 사람이 없어요.
걱정 마세요.哎，这样太危险了，他们见过我们。如果美军搜索这个区域，他们会暴露我们的行踪。好好干你的活儿，用心点儿。真笨！你用力的时候，胳膊要放松。劈柴是劈成块儿，不是砸成沫子。差不多得了，我是战车兵，又没学过砍柴。说的挺简单的。来，你来。你呀，就是思想改造不彻底。放着，我来。来，给我挑块大的。挑块大的是吧？我给你挑块大的。起开！同志们，加把劲啊！哎，高处一共布置了4个暗哨，来小心点啊！算上木头一共5个。但咱半夜就撤了，用不着这么密实吧？密实点好。走的夜路多，越来越怕鬼。老没脑子活，打起仗来可比鬼子机灵多了，稍微有个空就能钻过来。人家火力又猛，枪一响，炮弹就能飞过来。咱也不差。现在不像过江那会儿，大家都蒙着，打糊涂仗。那个时候咱还能占点便宜。现在可不能指望着老美再犯轻敌的老毛病了。咱就干吧，当面锣对面鼓，就不信干不过他们。干什么干啊？你们俩听好了啊，这些暗哨是全连的眼睛，是最后一道保险索，千万不能马虎，听见没有？咱一排都是老兵，你放心。还剩多少铁丝网？命令，把村子周围给我围一圈，多设点半雷。去吧。是。抗大还教这个？陕北高原上面没有煤，也没有汽油，家家烧火做饭都得靠柴火。这些活计只要不行军作战，人人都得会做，不光我会，八爹也会。原先听说你们官兵一致，我还以为只是穿衣服一样的。不稀奇，八爹不光会劈柴，种地也是一把好手。伺候庄稼、种瓜、种菜，拿起来就干，干得比谁都好。边区有一年搞种菜比赛，他还拿过第2名呢。第2名，第1名谁啊？周总司令。谁？同志们，加把劲啊！哎。谁呀你？哎呦，咋的了？网子呢？扔了。你再给我说一遍。不是那玩意儿死着，不是，铁峰，人老美用撤了，咱们扛着翻山越岭又不方便，我扔了。谁让你扔的？谁让你扔的？连长让扔的。出发的时候，连长说多清楚啊，人说轻装上阵，轻装上阵，粮食都只带几天的份儿。哦，不是，我带铁蒺藜干啥呀？咋的了？你急的呢？你咋不把那宝贝罐头给我轻装了呢？别老拿我罐头开玩笑。多大点事儿啊？是不是连长又要了？这事儿你先别慌啊。不是，咱们排不是没带吗？人3排带了，啊。滚！还。小心点，别扎着。
死沉死沉的。排长，这一排长纯粹欺负人啊！他凭什么给咱下命令？他也是排长，你也是排长，他一句话，咱们就颠颠的，上赶着又出东西又出力，连个客气话都没有。你瞅臭鲶鱼那个臭德行，要不是他们一般把东西扔了，哪有今天这出？弄得他反倒像是立了头等功似的。东西都搬来了？没呢，还有一批。全都搬过来，外部是2道，中间挖条沟。就待几个钟点，至于吗？咱们费了那么大劲把他们拉过来，让一班自己去扛。眼见天就要黑了，咱们现在不是安全地带，多一道防线就多一道保险，快点。那次呀，我都以为我挺不过去了，当时伤得不重，就是怕发炎。后来啊，我们排长看了看我，让瞎子给我找药，找一种叫磺胺的，就是一种消炎药。你们排长原先是我们队长。不是，哎呀，我记岔劈了。我们那排长不是现在的排长，我们那排长啊，这当时受伤了，所以3文姐才当了我们的排长。是3排长？对，就是现在的3排长。哎，别说啊，你俩还挺像的。他是那边的人，你俩都会说洋文，都那么洋气。当汉奸的人才会说洋文。我不准你那么说我们排长，我们排长才不是汉奸呢。我们排长是战斗英雄，他干倒过3辆坦克呢，怎么就成汉奸了？又没人逼你说。我不是这。你别在意，他是冲我，不是冲你，更不是冲你们排长。当时我们晚上睡不着，我们又是一群胆大包天的孩子，大晚上趁着老师们都睡了，就翻墙头爬出去，沿着山路疯跑，一直跑到杨家岭上头去玩。陕北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只有杨家岭上彻夜亮着灯。没人管你们？有啊，保育院的老师们对我们都很好，只不过晚上累了，睡得实，我们就跑出去了。我年纪最大，兰兰比我小1岁。哼，这2个小姑娘。兰兰可不是小姑娘，她是男孩子。你别打岔，我没说完呢。你说，你说。我们夜里跑出去，跑到杨家岭上去疯跑、捉迷藏，烤白天藏起来的苞米，那可是杨家岭。警卫团的暗哨其实早就发现我们了，但不是敌情，就没有管。后来是中央管理处的人接到电话，才把我们抓回去。挨训了？才没有。后来我们去了书记处的会议室吃烤红薯，直到保育院的凌院长亲自过来接我们。其实我们排长真跟你挺像的，他会吹口琴，你会吹喇叭。那不是喇叭，那是小号。小号？这是小号啊！哎，这吹起来
比喇叭好听多了吧？你看啊，这个是号嘴儿，这个是号管，这个是调音器，这个小号呢，它有很多种音调。像我现在吹的这个是降 B， 如果我要跟钢琴一起合作的话，那我就要升2个大调。回去以后你能教我吧？可以啊，但是小号吧，它学起来没那么容易。你首先得练气，然后呢，我教你认谱子。回头呀，我再教你几句英语单词。啊，行。我们还能回去吗？回得去，当然回得去了。我以后得让我们排长叫我杨文，你得叫我小浩。哦。你说你爷爷中了秀才，然后呢？不是秀才啊，是光绪30年，甲辰科进士。过了1年以后啊，朝廷废了科举，他们那一科是最后一个，真正是受任官的，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都是西学学得好的。我爷爷在北京待了2年，对时局彻底失了望，就回了四川。当时有些人在成都发起了游学预备学堂事务，他也报了名，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出国游学，只是为了看看西学到底是什么样的精深学问。后来呢？乱世求学，哪有那么容易啊？咽不下这口气罢了。我爷爷在学堂学了几年，西学没弄明白，倒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厚，被学堂看中，当起了教书先生。直到保路运动爆发，他跟他的同学、同事都上了街，参加了保路同志会，被赵尔丰的兵用枪把把锁骨都打断了，到现在肩膀上还有个坑呢。那算起来，也是老革命了。他对革命2个字是深恶痛绝的。我父亲当年要离家到广东考军校，被他关进祠堂里面抽了20大鞭，之后给我父亲定了门亲事，就是我母亲。当时就在我父亲的婚宴上，当众立了家训，成家之后不得踏出家门半步，除非生个1儿半女，否则不会让他走的。你父亲离开后去了哪里啊？先是上海，报考了无线电学校，后来就有好多警察来家里面找人。我和我娘才知道我父亲的出了事儿。我7岁那年，他突然捎了一封信回来，说是和一个姓李的先生去了东北，他死在了老爷岭。日本人砍掉了他的头。46年，我去过牡丹江，曾经去找过他的坟，可惜无论我怎么找都没能找到。所以高考后我报名参军。我爷爷虽然心里不愿意，嘴上终归没说什么。怎么了？接着说。这什么呀？伞兵？就是伞兵。之前俘虏那个算吗？那个是飞行员，属于空军。美军的伞兵属于陆军序列。确实是陆军，郭汉江之前发的册子上写的呢。美军的伞兵又称空降兵，其实就是用飞机投送的步兵，以连为基本建制。一架 C-47运输机可以运输1个排，3架运输1个连，向指定地点投送1个团的作战需要30架飞机。那刚才飞过去的，是送伞兵的飞机吗？应该是。有多少架？从声音上判断，应该是1到3架。能干什么呢？1个排，不是，最多1个连，还坐飞机来，想干啥？战略层面的空降作战，投送兵力至少是1个团。
但投送的地点应该是我军的后方，交通要道，投送应该是一个排或者是一个连，而且是交战的区域，还只有一个可能：特种作战。特种作战就是以小队的方式对目标进行干扰和攻击，属于战术层面的空降作战，有点像游击战。这老美是想学咱们？我想明白了，估计是咱们今天早上伏击了运输补给的军力，敌人觉得这个区域不安全，猜测有咱们的小部队在这边战区活动，就把这个伞兵派来了。小宝，集合一排，搜山。是，全体集合。我觉得黑着天未必能找到人。能不能找到，找了才知道。连也好，排也罢，总不能放着不管，让人打过来。就算是真有，那不管是一个连还是一个排，那得多少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谁知道飘到哪儿？总不能说一个排捆在一起往下跳吧？你懂啥？醒醒，排长，嘘，快点，把大家叫醒。出啥事儿啊？快！起来，集合了，起来！醒，起来，集合，快！集合！起来了，快醒，快起来！集合！哎，班长，又出啥事啊？废什么话！排长命令，2排集合，快！排长，快从村子后面撤出。是。不要走门，走这边。走。快！以战斗小组为单位，迅速撤离村子，注意阵型，不要掉队，不要密集。连长，人齐了。警戒哨报告情况了吗？派人去问了，还没回来。还没回来？我去看看。再开！不走！快走！速度快，走！快！辽阔的城，起潮战迎风，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沙场的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排长，我带人进去搜一下。你熟悉地形吗？手榴弹，满山搬来。是大桶！停止射击！200米达警戒，请点伤亡人数。排长，枪声停了。 8班向2翼放出警戒哨，7班、9班准备射击。机枪和掷弹头设置在那里。是。班长，什么情况？
报告伤亡，1班4个，3死1伤；2班7个，4死3伤；3班4个，2死2伤。大坤子，大坤子咋了？没了。赵和刚才就建议立刻撤出村子，转移。转移个屁！大成，听我的，咱们从这儿撤出去。5分钟不到，连个人毛都没看着，就伤亡了16个人。2排、3排部署阵地，1排能动换的跟我走，老子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伞兵到底是长了3只眼睛还是6只手？走！到底啥毛病？中了没有？命还真大。啥意思？擦破9块皮，连轻伤都算不上。这不是你的血。站住！你要去哪儿？找连长跟天放。你去找2排长，看看2排的情况。我是1排的兵，那你就不是4连的兵吗？行，我服从命令。告诉赵和，不要擅自行动，听候命令。不管发现啥，都留点神，别轻易去动。不许给我！石头，背他回去。是。走。这伙子老美有点邪乎，大家一定要倍加小心。是1班长。谁都不许开枪。
莫辛纳甘，咱们的人。3排交上火了。支持正义！去，找人去看看一班长。其他的人，跟我进去看看。给我一支波波沙。走。鞍山台城，班长，没事吧？没事。你呢？我也没事。娘的，这帮鬼子邪了门了。看出啥来了？怎么样？没中枪吧？中了，吓死我了！可惜了，应该还能是。军衔最高的是个中士，看人好像不太多呀。也可能是还没完成全建制集结。齐班长，按照原先的命令，封锁树林边缘。任何对不上口令的，都可以开枪射击。是。其他的人，跟我进去看看，注意四周，跟紧我。凡是我脚没有踩过的地方，尽量不要去碰。参谋长，我和指导员汇报一下情况。顺子，活着吭一声。他受伤了。隐蔽。口令。鞍山，海城。3排在树林边缘布置了阵地，他们从侧翼进攻，被打了回来，打了4个，伤了1个。他们往哪边撤了？他们有迫击炮，按照正常来说，
不应该背着弹药箱到处乱跑，埋藏弹药的地方不应该超过300米。卫生员，处理伤口。好，坚持住。来个人帮忙。姚热莲，哟，清理伤口。好，陆立新，过来。按着他的手，按着他的手。人渣，没大事，你这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口子，只要扛过了发烧和感染这一关，不出1个月，我保证你活蹦乱跳的。卫生员，有，快过来！来2个人。袁平，你给我过来。连长好！哎，我给你敬礼呢。连长好！陈天豹啊，有什么事儿说？我没事儿啊，我不说了我没事儿吗？哎，有事儿。我说，就咱俩那点事儿呗。你现在是连长，你说啥是啥。你下的命令呢，我都听。但是呢，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叫停我就停。不信你试试。你说完了吗？第一拳，大罐子。刘洋，小贩子！都疯了！这俩玩意儿肯定想明白了才打的，要真疯了，那还打啥呀？要不你拿一下子，这事儿也就你能管。他俩的事儿，别人劝不了，心里的疙瘩总得解开，让他们打吧。打吧。Lieutenant Thomas? Yeah. Second Lieutenant Webster,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 guys. Good. How many of you are there? 35 of us. We got 30 cal, bazooka, mortar, and bar. Good. The Chinese enemy is across the road and a mile up. We are none of them. We should be able to wipe them out. But, Lieutenant, the ferry is just 6 miles away. Our mission is to take the ferry and set up best cup. No. The Chinese have to cross the pond to get to the river. We'll take the ferry after we kill every last one of them. That's a direct order. Do you understand? Yes, sir. Move out. Everybody! Follow me!还打吗？关大头，张夫人，3代无能，1947年12月参军，
会使掷弹头，当了炮手督察。人家外号叫大官子，只有你管人家叫大官子。那是我们整个4连正看着一个那个粮库啊，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封条，都写着我们4连交货。然后我就整个坐那个那么大粮库，我就坐那个正门口的正中间，我就看这哥们晃悠过来，然后手里边捧了一个，哎呦这么大个儿一罐，走到我面前，哥，把你粮食库里面的高粱米填到我罐子里，只要你填满了，我命就是你的。待会儿给我整一愣，这哥比我还猛呢。一罐高粱，一条命。打呀！还有8亩地，你们这种人，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们为啥打这儿。你的入党申请后来又写了吗？没有。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写。大苗和我说过，说你的思想汇报和申请书写得特别有文采，特别工整。人都想证明自己，有的人用语言，有的人用文字，有的人用行动，可有的人是用他的命，他的血。我呢，以前挺瞧不起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土，他们糙，没文化。可我现在挺瞧不起我自己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们也不会牺牲。他们不会这么想的。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没有用。其实我也觉得我挺没用。教导员说我没用，我不服。我一直都觉得我的战场不在这儿，我的武器也不是步枪，不是冲锋枪，而是音乐和影像。我喜欢你吹小号的样子。音乐与音乐的力量，电影有电影的价值，但是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你知道我为啥带这些扣子吗？我们这些人啊，走到哪儿买哪儿。我把他们带身边，是想记着他们，不想忘了。这个给我吧，这个给你。现在，我这条命也交给你了。如果我牺牲了，记着多带一颗扣子回去。
我不要你的扣子，我要你这个人。这是命令。现在距离汉江边的城隍塘渡口还有5里路，整个汉江以南全部都是美军。如果敌人占领了这个渡口，会把很多部队都堵在南岸。成建制的歼灭。我们炸毁了军令，拖住了美军特遣队朝这里进攻前进的步伐，这才引来了伞兵。他们认为我们挡了他们的路，他们只是没想到我们会炸毁军列，甚至不惜暴露我们自己的位置。敌人的特遣队正在朝着汉江渡口挺进，为了阻止他们，我们昨天早上炸毁了运输物资和给养的军列，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牺牲了42位战友，他们把血洒在了这个地方。我们失去了连长，我们失去了指导员。沿着路朝江边走，朝渡口走，可能会找到船。只要过了江，到了北岸，我们就能突出重围。另外一条路，我们掉头往回走，找到那些狗娘养的，那些背着降落伞从天上跳下来的混蛋。那些自以为他们可以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凭借着钢铁和石油，凭借着军舰、大炮、坦克，就可以把我们当作蝼蚁和猴子来践踏和碾压的蠢货，为连长报仇，为指导员报仇，为我们牺牲的战友报仇。现在，我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你们。你们自己选择。赵和，你疯了吗？指导员要你当连长，是因为他觉得你有能力把我们大家安全带回去。指导员让我当连长，那是让我把连长没有干完的事情继续干下去。昆生、二虎、亮子还有木头，指导员还有连长，他们都回不去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牺牲得更有价值。这不像你了。你们为什么炸我车？我错了，我害了全连，你满意了吗？来，你们接着听我说，你负责。我换一个问法，连长，他为什么要坚持去炸我车？你们认为他喜欢打仗？他闻到硝烟味就兴奋。你们觉得他错了？你们那些投票支持他的人，有几个知道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汉江以南还有成建制的部队，来不及过江的现在还有很多人。后方的交通道和渡口，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生路。他为了给那些人争取时间，他为了给那些人留下生路，他才去炸的火车。
They didn't leave. They're coming this way. It's a mile away, 32 of them on the front, more than 10 on the flank. Split two ways. 32, more than 10. 30 caught at the mortar with block the road. I want you to take 10 across here with bar. To the flank? No, it's not a threat. To the rear flank, where they carry the women and the wounded. Women and wounded? We kill them all. This is a war crime. You'll be counter-martialed both. The headquarters and the military will not allow this. They are the enemy. The women and the wounded will kill us. If they have the chance, we kill them all. Take no captives. Understood, sir.